听说被劫的秀女是国公府上的，还是刚认的义女。国公倒是一副柔肠，是不是送到了王宫门口，忽然觉得舍不得，才想出这么个主意？当然不是。别说是一个义女，整个太院的人都是王上的人。臣确实是失察，但绝无包庇之私。请王上给臣几日的时间，定能抓回劫匪，平息盛怒。那就辛苦国公了。国公府里也进了刺客，又被放了火，现在也是在满城的抓人，怕是您忙不过来吧？唉，国事大，家事小，国公平常还要忙于王庭政务。今天这件事儿，就交给张鹤年去查吧。但凭王上意思。哦，对了，张鹤年要查，就得用人；要抓，就得用兵，那自然少不了银子。既然他奏书上要了钱，就批了吧。王上，抓劫匪和要军饷是两回事。国公啊，国公，这太渊的王是谁呀？是你，还是我？难道你以为是你齐振把我扶上这个王位的？从此以后，太渊都得看你的脸色。你别忘了，王庭不是只有你一位权臣，更不是只有你才有兵权。多谢王上。国公累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谢王上。报！宫外发现秀女宇文子，现已将其抬入宫中，听候王上发落。现在人呢？回禀王上，秀女正在殿外候着，只是晕了过去，由贴身丫鬟看护着。快宣进来。是。宣。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宇文姑娘被劫后，我同侍卫们追了好久，直至外湖边，见那贼人像是认错了人似的，把姑娘丢进了湖里，我们这才有机会施救。只是可怜了姑娘。竟有此事！怎么会这样？快，来人呐！快把太医传来看看。王上诏有。国公，医圣宗岳不是在您府上做客吗？是。倒不如把他召来，想必国公也比较使得惯自己人吧？使得惯，使得惯。公子，您刚才这场戏演得漂亮，您看看齐振，被您吓得话都不会说了。真戏假戏你看不出来啊？有人动了我的人，我却不知道。真生气了。当初要不是我护着他，他能有今天？下去。
竟然在朝堂上训斥我，拿张鹤年压我，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义父息怒，他就是我扶上去的一个傀儡。云恨不当说，可这是太渊，傀儡再无用，王毕竟是王。你在提醒我，他姓轩辕。不敢。是啊，他姓轩辕呐。忍得了一时之气，才当得了一世之事。今日之事，没那么简单呐。义父怀疑劫人一事是轩辕明安排的。不错，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把罪责都推到我的头上，同意给张鹤年拨饷，也就水到渠成了。他竟如此奸猾！不但奸猾，而且猖獗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此人越来越难以掌控啊。那宫中的耳目，虽然有曹成替我们打探消息，可那毕竟是隔着一层，还得想法子好生看着他。是。五哥哥，五哥哥，张王爷，听说国公府送去的秀女被一个绝世高手给劫走了。我猜啊，一定是五哥哥你救走了扶摇姐姐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张王爷，扶摇姐她现在在哪儿啊？扶摇另有安排，她不打算离开国公府，她要进宫。为什么呀？宫里那么危险，扶摇一个人能行吗？王宫并非你我可以随便出入，扶摇一向机密，一个人可以应付。更何况你为她换过脸，应该会没事的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还有事要办，本打算救了扶摇，偿了他的人情，就离开太原一阵子。现在扶摇不需要我来过问，我打算马上动身。这些金叶子，你们拿着，会用得着。谢谢五哥哥。好，你去哪儿，我们就跟着你，路上也有个照应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云大人，宗先生在吗？先生午睡，命谁都不得叨扰。无妨。不知云公子找我何事？国公的义女宇文氏今晨被贼人所劫。哦，可是那夜大火未死的宇文氏？正是。所幸被人救回，只是受了一些惊吓，还劳烦先生帮忙去看一下。既然云公子都开口了，那宗岳自然恭敬不如从命。清风，把我的衣箱送去。是。撤！撤！就送到这儿吧。可是我说过的话不喜欢再重复。五哥哥，这么远的路又那么危险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。就是因为太危险了，我无暇顾你，带上你只会是累赘。可是那地方不是你该去的。我知道你是怕我危险，还整天一副凶巴巴的样子，眼睛瞪得跟个青牛一样。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吗？我这次离开，千万不能让太原和天煞的人知道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五哥哥放心，雅兰珠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
现在太原城局势难辨，是个是非之地。我不在，没人管你生死了。你要是觉得危险的话，就先回琼叶去，不用等我。这6年来，陪你跑遍了整个五州，哪有什么应对不来的？走了，走。那日府中大火，不知可有贼人的消息？哼，那贼人与其同党，第2日便已全部抓获。哦，不知是哪伙贼人，竟然如此大胆？都是些臭名昭著的江洋大盗，也不知一时迷了什么心窍，竟打起国公府的主意。不过国公已命人将他们全部斩杀了。全部死了？是啊，这人死，也就不会节外生枝了。云公子办事利落，是国公之福。这么晚了，云公子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可以进屋说吗？今日府中上下捉拿刺客，刺客身上有伤，皮易辨认。不知先生可否让在下检查一下手臂？你猜的没错，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那还请先生随我去见国公。你就不问问我，为何如此轻易就承认了吗？这其中的隐情，先生还是自己去向国公陈禀吧。若我说的没错，你真正的生辰是伏月初4，今年19。什么意思？你入府15岁，老管家亲口告诉启琛，你是他的亲侄子。可他为什么临终前又告诉你真正的生辰，还让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的义父启琛？再多说一句试试。你这么多年一直打探自己的身世，可有消息？你究竟怎样得知的？我恰巧知道一段陈年旧事，兴许与你的身世有关。不知公子可否愿意再耽误办盏茶的功夫？早年间的文艺世子，公子可曾听闻？当年文艺世子战功赫赫，但却忘怀不臣之心，觊觎太渊王位。如此不忠不孝之徒，被赐了满门抄斩。此事在太渊，自然是人尽皆知。若我告诉你，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呢？文艺世子誉满天下之时，仁宗王正当壮年，世子骁勇强干，必予讥讽。太原百姓只知世子，不闻仁宗。宫中又总有些小人谗言，仁宗的疑心就越来越重了。后来见人设局陷害世子，仁宗王就再也容忍不下这个功高盖主的储君了。
昔日誓死的至交好友，如今权倾一方的国公齐震。文艺世子满门抄斩，世人皆以为斩草除根。可我却知道他还有2个后人，他们2个苟且于世。夹角剑上都有着蛟龙刺青。公子身上不会恰巧有与我一模一样的刺青吗？不可能！我自幼被人遗弃，不过拥有再造之恩。认罪作父的日子过惯了，血脉里的东西都忘了。也好。若你觉得我刚才那些都是胡说，此刻便押我去齐镇那里吧。邱先生就在城南做陶人，可以找他求证。宗先生到了。宇文姑娘，宗先生来给您看病了，还请开门吧。进来吧。这边请。没想到再见竟是公主啊！你认得出我啊？瞧你这张牙舞爪的样子，除了扶摇还能有谁？早说呀！哎，说起来啊，我近日头疼得很，稍微一动头就要裂了。我看是被驴踢了吧？我给你扎几针就好了。不必了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你今日又耍什么花样啊？为何把我传进宫中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想看看你是活着还是死了呀？你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真的离死不远了。你是医生嘛，死人都能让你救活。你若是哪天死了，我肯定不会向阎王爷要人的。哎，你这个人，我好歹也替你传过信吧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呢？如今你都躺在他后宫里了，我还需要问什么情况？兴许是你被他说服了，留在宫中做他的内应。至于我交给你的东西，只要到他手上，其他的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真的是担心你的安危。我真的是因为那一天你替我挡了一箭，我心里不安。你想啊，这国公府危机四伏，我们就算不是朋友，也共过生死嘛。你好歹也慰问慰问我嘛。好了，你若真的觉得不舒服，我就替你诊断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命不久矣？是啊，活不了多久了。幸好有这灵药，用了它就没事了。黑色的救人的，白色的杀人的，朱红色的，你用之前得问我。那这朱红色的是干嘛的？这脉象似生似死，怎么这么诡异？扶摇姑娘那日被掳走，
公子心急如焚，可如今扶摇姑娘已经在宫中，公子是否要去探望一下扶摇姑娘？你看上我了？找到她，否则五州会因她而再度万劫不复。不急在一时，来日方长。五哥哥，五哥哥，一天到晚满脑子都是你五哥哥。你现在连人家在哪儿你都不知道，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怎么去找他呀？离开太渊，往北就是天煞，我准能找到他。可你不答应了在这儿等他回来吗？你干嘛还要去找他呢？答应是答应了，可这么多年我都习惯追着他跑了，让我一个人坐在这干等着，受不了。可是这一路上这么危险，你一个姑娘家，万一被人欺负了怎么办啊？谁敢欺负我呀？都是我欺负别人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一起上路啊？天煞冰天雪地的，还有太原没有的山货吃，挺好玩的。真的吗？骗你干嘛呀？那里啊，一年四季都是冬天，能滑雪橇、踩冰刀，走到哪儿都有山路吃，还有糖水做的冰果子吃。我保证你啊，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那好吧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跟你去。为什么呀？我要去找扶摇。当初我跟他一同离开的玄元山，但现在他被困在王宫里，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危险，所以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的。够义气，扶摇没白疼你。不过，现在王宫禁卫森严，扶摇如今又变成秀女，你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她啊？这个没关系啊，我早就想到办法了。不过还不能告诉你。行吧，反正啊，我和五哥哥回来的时候必须看。真是令人期待啊！你不期待？主子唱戏，奴才听戏便可。你呀，越来越会演戏了。宣秀女。
今日，本王选妃，特意召你们来，替本王出个主意。皇上，选妃事大，臣等岂敢僭越？就因为是大事，才特意找你们来，替本王定夺啊。宣秀女进殿。皇上，都是些不错的美人啊。下回本王唱大戏，不愁没人对戏了。你站到前面来。叫什么名字啊？臣女唐芷蓉，见过王上。她是定远将军唐伯年的女儿唐芷蓉，年17。定远将军呢？皇上，定远将军唐伯年常年戍守边关，乃太渊一大功臣。这样啊，那国公觉得哪位好，本王便选哪位。选妃这等大事，皇上还是自己拿主意啊。那选了。谢皇上。下一个是谁啊？臣女陈香谢见过王上。回去吧。是。臣女宇文。哎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啊？皇上，这位秀女是北境宇文。哎，行，江峰，把玉牌送去给国公。国公觉得哪位好，本王便选哪个就是。是。皇上，莫要跟臣开这样的玩笑。国公请。皇上，这是折煞臣了。国公，你客气什么？这选秀虽然是后宫之事，但是也关乎前朝。国公一心为国，替本王选最合适的妃子，自然也是当仁不让。臣不敢。你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前面选的全部作废。今日，本王便开一个先河，转如意。别着急，有，来，别着急啊！哎，这个长人好不好看呢？哎，这个呀，给你们两个吃啊！你们两个吃这个啊，拿着吧，拿着，哎，这个呢，你们两个吃。哥哥，等等我！快点，邱先生又在吹糖人了。快来，今天要哪一个？邱先生，这个，给你。
好，这个给你了。啊，小公子啊，想买糖人吗？小公子还和以前一样，只是瞧着，宁可花了也舍不得吃啊。邱先生，各位姑娘，稍安勿躁。皇上说了，一会儿玉如意转到谁，谁就入选后宫。你们等着听宣便是了啊！哎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咱们太原历朝历代还从未发生过这样荒唐的事。那历朝历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如今咱们王上说了，那咱们底下的就该这么办了。走。岂有此理！我们西平郡王府出了3代王后，我还从未听闻是转玉如意给转出来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看啊，是有人秃子带花，干急没法。你骂我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以后大家还要在宫里做姐妹呢，别伤了和气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庶出的，别以为方才王上点了你，你就配和我称姐妹。是啊，你说，这嫡出的都没被点，怎么配和我们做姐妹？你这个野丫头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瞧你这被驴踢过的脸，我要是你呀，绝不敢出来吓人。姐姐，干嘛？你嘴，我嘴怎么了？今天当真是个好日子。高家小姐刚许的愿，这就实现了。姐姐这脸可真漂亮。选妃乃是大事，如此儿戏，不好吧？我让国公选，国公不选，我只能让老天选了。选到谁是谁吧。宣唐芷蓉、简雪、宇文子、傅嘉仪、纳兰晶、陈香榭、张婉婷、刘玉琪进殿。没有我，怎么会没有我？没有我。高姑娘可惜了，就算芷蓉想高攀玉姑娘做姐妹，怕是也没这个机会了。公子，请坐。啊，你看，你。宗岳说，当年卖主秋容的是你。过去的事情，大公子讲的都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二公子，你可知道15年前那道王令上写的是什么吗？
世子府中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官衔贵贱，格杀勿论。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要断了文义世子与太渊的最后那点念想，是要绝了他的后啊！格杀勿论。可你还活着。是，我活着，我还活着。世人都戳着我的脊梁骨，骂我是叛贼，骂我卖主求荣。可他们谁能明白？那个时候，我如果不取得齐振的信任，我如何能够保全二位公子的性命？那年那一场卖主求荣的戏码，那是世子托付给我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啊！我就算背负千古骂名，也绝不能辜负。今日本王看了那么多，论长相，论气度，本王觉得你最好。多谢皇上夸奖。该赏你什么呢？就封作贵夫人吧。谢皇上。起来。皇上，咱们太渊的规矩向来是从秀女中，同时册封贵德淑贤4位夫人，再从中确立王后人选，尚无单独赐予封号的先例。你，报上名来。臣女简雪，父亲是汉文院翰林简深。臣女宇文子，父亲是北晋南州县丞宇文坚。宇文姑娘是国公的义女。哦。那好，我看你们两个也挺顺眼的，不如就这样，你呢，封作德夫人；你呢，就淑夫人吧。其他的，通通封作才女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贵德淑贤4位夫人选定了3位，还差1位贤夫人，今天就到此好不好？其他的改日再议吧。啊！皇上，想不到选个妃这么累。江枫，扶我回宫。是。选妃之事兹事体大。好了好了，有什么事等我睡起来再说吧。啊！
二公子，邱先生。二公子，邱某苟活至今，为的就是能让公子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，切不可心慈手软，更不可认贼作父。他也不会瞑目的，二公子。这位兴王未免糊涂的有些过头。这选妃选后此等大事，竟然做得如此的匪夷所思。难道我们就扶持这么一个不上进的糊涂鬼？照这么下去，这太渊指不定变成什么样。哼！之前我也以为这个王上年轻，玩心大，那不过就是齐镇把持朝政的一个傀儡罢了。可近几日我看起来，这荒唐之下，似是另有章法呀。瞧瞧，瞧瞧，这就是你布的好局，我的国公啊！国公，你是从哪儿找来那个轩辕明的？折腾什么不好，偏要折腾什么内廷选妃的大事。如今他当众册封，唯独少了我家女儿。要是若儿真的断了进宫的路子的话，那我西平郡绝不答应。今日秀女进宫，按照以往的规矩礼制，是不会出任何岔子的。但是王上已是图个新鲜，临时一变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无力阻拦呐。国公，那小子登基可是你一手扶持的，你若撒手不管，把这么大个太渊交给一个糊涂鬼来折腾，哼！那日后，你必是罪人。王爷，言重了。我家若儿落选了，倒是那个唐家的女儿唐芷蓉被留下了。国公，你说说看，论样貌，论家世，我家若儿哪一点不及她？莫不是国公正在盘算那唐伯年现如今拥兵15万，还在西南剿匪中立了头功？国公是想着笼络依附唐家才是上策？哎呀，唐伯年拥有10万重兵是不假，但是这朝中上下谁不知道？最具权势、兵力最强的乃是你西平郡王啊！我便是要依附的话，也会依附于您呐。今日这个选妃啊，完全就是转如意转出来的。唉，国公啊，我已经有13个儿子了，但唯有若儿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忍痛割爱，把她送进宫里。我家若儿那日后必定是要当王后的。今天真是倒霉透了。我们西平郡在太原向来都是数1数2的望族，从来没有失了圣恩。哪一个王朝没有和我们结过亲？哪一个太原王没有流尽我们大家的血？郡主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要说忠心，要说荣光，在太原哪一个比得上我们西平郡？人家都说了，我生来就是要当王后的人，可是如今，为什么我连入宫的资格也没有了？不行，我要找我爹想想法子去。今日贵德、淑贤4位夫人尚未完全确立，王后的人选也有待商议。宫闱内务琐碎，变更也是常事。王爷，
你消消气，先回去休息。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。先前我答应过你，此事我断不会食言的。国公，进来。大人，这是朝中刚刚拿来的诏书。今日之事我就放话在此。要是若儿不能入选，丢了我西平郡的脸，哼，那别人的情面我自然也就顾不上了。王爷，请留步。内廷诏书上说，王上已经册封郡主为贤夫人了。想必此时你的府上也应该收到了。真是我家若儿。如此一来，王爷放心了吧？国公这是何意思？册封了你的女儿，不是如偿所愿了吗？既然国公早有这番安排，那先前为何要为难我们妇女啊？难道国公是想给我西平郡一点下马威，还是怕我不能和唐伯年一样为国公马首是瞻呢？王爷啊，你这是从何说起啊？王上一时兴起改了主意，连我也是刚刚才得知的。再说，我一直视王爷为至交好友，又怎可在此故弄玄虚啊？哼，但愿如此。如国公想有心耍手段，欺负我西平郡无能，那我也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王爷多虑了。告辞。如果不是看在他手握重兵，尚有可用之处，我哪容一个异姓王在我的面前嚣张跋扈？宫里有没有传来消息说，王上因何又改变主意了？没有。诏书已经送去国公府，西平郡王也在。高僧有什么反应？不出公子所料，离开府上的时候，似是被惹怒了。只是，既然知道这个齐镇和西平郡有所勾结，为何还要将这个高普若封为夫人？这样岂不是养虎为患？高宗此人性情暴躁多疑，又仗着自己掌管西南边陲重镇，嚣张跋扈惯了。他与齐镇虽有勾结，却又彼此防备。这回我让他女儿落选，就是要让他闹一闹。这一闹，哼，他们俩的嫌隙才会更大。可是闹都已经闹了，还要将这样的女子带进宫里，莫非公子是想哪儿去了？高普若那姑娘，听说性情与她父亲一般无二。这样的一个女子，不放在后宫女人堆里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唉，好好的闹腾吧，闹起来，我们才有迹可循呢。公子妙啊，一炮双响。直起来！你是太入戏了是吧？是啊。请。请。好。老爷，唐伯年将军的门人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请。
小的替唐伯年唐将军拜见国公。唐将军战功斐然，是太渊的英雄，不必行此大礼。此次进京，将军特别叮嘱说，国公与他有恩，如同再生父母。此次他公务在身，不能亲自前来，特命小的一定要礼数周全。这是小的带来孝敬国公的礼物，还请国公笑纳。他倒是有心了。起来吧。谢国公。我们将军说，他常年在边疆驻守，对朝里的事情知道的不多。此次小姐得选入宫，全蒙国公举荐。若是日后小姐能有幸得蒙大王的垂怜，一定不会忘记国公的恩情。既然是唐将军的爱女，秦某自当是尽力相扶。那一切就仰仗国公了。如果国公没有什么别的吩咐，小的就告退，回去禀知将军。唐伯年的反应倒是快呀。有件事情你去办下。那个时候，世子府已经被监视起来了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为了保全你们兄弟俩的性命，世子吩咐我去找齐震，答应写下告发他谋反的文书。凭着这个东西，我取得了齐震的信任，换来了一个为府上收尸的差事，这才偷偷地救活了2位公子，为太原王族留下了一支血脉。世子啊，世子英明一世，纵横戎马，可到头来却遭到小人的诬陷，扣上了一顶谋反的帽子。最后的吩咐，也不过是为了保全骨肉。你看看国公府那个耀武扬威的人，他还活着，这是什么世道？我若是有半点能耐，我就是挖出他的心肝，我也不解恨。想什么呢？还不去办？义父，这就去办。卖包子，热腾腾的包子。哎呦，宋先生来了！这几日不见，月风楼竟然如此热闹。多亏老板找了5州有名的58同城集，那日上午全城刚发了应征帖，下午大厨就来了。您来看，就是这个帖子。您要是需要管家、马车什么的，都能在这集子上找。话说我们这个大厨啊，您别看他年纪小，那手艺可真是出神入化呀！您瞧瞧，就这几日功夫，那咱们月风楼那是座无虚席呀，定做的都定到下月中了。也就是宗先生您这样的身份、这样的地位，掌柜才特意叮嘱，得给您留个好位置。请，人生得此美味足矣啊！月风楼能请到这样的厨神，这以后肯定是冠绝昆京城啊！是啊，来，请。来，宗先生今儿想吃点什么呀？来一份红锦虾球吧。哎呦，先生您是神算呀！这红锦虾球正是我们这位厨神的拿手看家菜。您稍等，我这就给您送来。
吃什么呀？红锦虾球，我也要吃。不行，这是我的。哥哥真坏，我一定把这国际最好吃的东西都吃光，一个都不留给你。他的不治之症竟能痊愈。几位客官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真不错。是啊，您的红锦虾球，下次可以试试看慢用啊我的虾球，特别好吃。好，这菜真不错。来，谁是这儿的大厨？尝尝这个。好嘞。你们这儿谁是大厨？是我。怎么了？姑娘，跟我们走吧。我凭什么跟你走啊？那就对不住了。哎，贵爷，是不是误会了？我真是本店新来的大厨，你滚！带走！住手！于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云何来迟，惊扰了大小姐，还请大小姐恕罪。哎呀，云恒哥哥，我才躲了几天呀，这就把我找着了，真是没意思啊！云儿，该回家了。这个姑娘好像来头不小啊！哎，那不是国公府里的云大人吗？哟，是吗？是啊。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各位娘娘，各位娘娘都是出身名门，秀色夺人，德才兼备，但宫里不比外头，规矩甚严，还请各位娘娘明日起随在下学习宫中之仪。这是御泥坊按照独有配方专为后宫调制的上等养颜露。王上的一片心意，希望各位娘娘用后面色红润，青春永驻。谢王上，谢王上。那就请各位娘娘随在下前往昭燕宫，宫里已为各位主子分配好住处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有什么陷阱？住在哪儿不行啊？非得挤在后花园里头？这昭燕宫是后宫的总称，秀女选来是做妃子的，当然大家都得住在这儿啊。虽然说后宫是总称，但却大有不同。历代王后住的是永嘉殿，宠妃住的是静月楼，还有出景院。那不是王后，也不是宠妃，家里没人撑腰的怎么办？那就只能守活寡喽。啊？嗯。你说这男人就可以3妻4妾，女人就不行？哎呀，小姐，这话你可千万别再说了。本来就是啊。你说这一个男的哪忙得过来啊？把这么多女人收进宫里又不理，这不是毁了人一辈子吗？哎呀，干什么？我刚刚好像看到那边有一只五彩凤凰飞过。对对对，刚飞过，刚飞过。没有啊。这五彩凤凰乃是玄机神兽，早已绝迹。宇文姑娘定是看错了。啊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各位娘娘，这里就是永嘉殿了。咱们这些人里面呢，最有福气的，就属姐姐你了。听爹爹说啊，姐姐的父亲是咱们太原鼎鼎厉害的大将军，现在又加封了贵夫人。这永嘉殿呐，日后定是非姐姐莫属了。能为太原鞍前马后，也是我们唐家的荣光。这永嘉殿是太原王后的住所，我怎么能有这样的荣宠？倒是这位简雪姑娘，她的父亲简深大人是张侯爷一手提拔的俊秀之才，
据说有文曲星老爷罩着呢，简姑娘自然是秀外慧中，有大作为呢。宇文姑娘是国公收下的义女，有了这样的义父做靠山，日后必定能一路亨通呢。若真如姐姐所说，到时一定会请大家喝酒的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人是谁？怎么还坐着轿子啊？王上特意下了恩旨，赐了我贤夫人的封号。啊，对了，还赏了轿辇呢。怎么，你们是走路过来的？哎，这么远的路，一定很累吧？哎。你没想到吧？说的是呢。若不是因为姐姐脸上这红印子的福气，王上哪知道姐姐竟然如此美艳动人。来人呐！来人啊！这个该死的打我！赶紧把他捆起来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你了？可有证据？你才刚入宫就这么闹腾，是想把事情闹到王上那儿？刚得的封号都不想要了。王上的妃子首要就是贤良淑德，几位姐妹的德行还真让人大开眼界。你是谁呀？要你来危言耸听？那你就继续闹吧。这王上的性子难以琢磨，这要是真把他惹恼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大不了，这封号大家都不要了，我们去王上面前说个清楚吧。我才懒得理你们呢！哼！大王的诏令到了。诸位主子，你们所住的地方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诏曰：贵夫人唐芷蓉居永嘉殿，德夫人简雪居芷罗居，淑夫人宇文子居醉眼居，才女傅嘉仪、纳兰晶、沉香屑、张婉婷、刘觉琪由王务内廷府安排，钦此。谢王上圣恩。我呢？这上面为什么没有给我安排？这夫人，小的只是个传令的而已啊，并不知道没有夫人您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办的差事啊？我可是王上亲封的贤夫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非得让我爹好好惩治你不可。夫人，您先别生气啊。还有一间宫殿是空着的，要不烦劳将就一下。将就？我是能随便将就的人吗？你赶紧下去给我办，要是办不好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是。哎呦，小姐住的可是醉眼居呢，还不错呢。我们走吧。哎，站住！凭什么我不能住永嘉殿？她唐芷蓉不过是个定远将军府的庶女，她能住的，我住不得。哎，你们说，这永嘉殿是不是应该由我住？
这乌龟要做寿，你们猜谁来了？王八怪啊！乌龟要做寿，我们走吧。你骂我！老爷，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还知道回来啊？你不愿，我走便是。哎，小姐，你看看，这回都回来了，就别再使小性子了啊！当初说出去见见世面，一走就是3年，为父的头发都抽白了。那干嘛抓我回来？该回来的时候我自会回来。早知道我就不回昆京了。大小姐，您这说的是哪门子的气话呀？老奴跟您说，您这些年游历5州，在外学手艺，您可是从来没被人欺负过，是吗？我天生可爱，自然没有人欺负我。小姐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都是老爷这些年一直派人在后边跟着，生怕您受了委屈。您是老爷的心尖肉啊，容不得半点的马虎，小姐。就凭这份苦心，您就别再怪老爷了啊！好了好了，回来就回来吧。不过，爹，如果你想让我乖乖待着，你得答应我几件事。只要你高兴，做什么都可以。那不再逼着我习什么闺阁礼仪啦，不学了，也不会再逼着我去结识什么纨绔子弟啦。理他们做甚啊？真的？当然了，只要你乖乖的在家待着，爹什么都答应你。爹，允儿错了，允儿以后不会再乱跑了。你在外面3年，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你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爹。好了，好了好了，还是爹最好了。当然了，只要你回来，不乱跑了，爹比什么都高兴。猜猜看，这箱子里边是什么？不会是给我买的首饰吧？哇，花花哎，花花！之前那只丢了，看你哭了好几天，我又给你找了这只一模一样的，老爱往这箱子里钻。好了好了，你奶奶念叨你呢，去磕头去吧。花花，还愣着干嘛？跟我走啊！恭迎夫人。多免礼吧，起身吧。谢夫人。这里虽然雅致了些，但好在清静，不失为一个好住处。姐姐，见过姐姐。简雪姑娘，
高家小姐执意要住永嘉殿，总不好让唐家妹妹受委屈，我便答应搬了出来。不知姐姐可愿分我半间客房？这里这么大，别说住我们2个，就算多来几个也住得下。大小房间随便你挑。想不到这才一会儿的功夫，高普若就能翻盘了。这以后有他折腾的了。高普若是西平郡王的女儿，他们高家出了多少的王后妃子，自然不会轻易出局。你瞧，昨天那些姑娘个个看起来天真单纯的模样，谁的背后没有千丝万缕的前朝势力？小姐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！他们愿意怎么折腾跟我也没关系，我只要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可以了。是吗？舒夫人在吗？姐姐，听说宇文姐姐搬来这里，我便想着过来瞧瞧。啊，顺道给姐姐带了些小东西，都送进去吧。这有劳妹妹费心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我还以为你也要挤到我这个破地方住呢。我只是想和姐姐好好亲近亲近。不瞒姐姐说，家父当年也是得国公举荐才做了武将。此番进宫啊，我也全是仰仗国公恩德。算起来，咱俩也都算是出自国公府的姐妹呢。那是那是。若是姐姐不嫌弃的话，就随我去永嘉殿住吧。我若是搬过去的话，西平郡王府那位小姐，指不定怎么样呢。我就住在这儿吧，至少还图个清静。也好。那位姐姐呢？我怕吵，这里挺好。兴许是我多事了。那既然无事的话，我便告辞了。姐姐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对了，这支发簪是太渊1等1的匠人精心制作的，跟姐姐的肤色很是相称呢。是我特意从唯品阁得来的，还望姐姐笑纳。有劳妹妹费心了。姐姐，宫中险恶，姐姐一定要小心行事。咱俩都是国公宝剑进宫的，更应该相互扶持。那就不打扰姐姐了。真是大户人家送的，连个发饰都是上等品。这玄灵针叶是我的贴身之物，若是你能把它从我身边取走，我便帮你解开封印，什么也不求，什么也不要。偷鸡摸狗的事，本姑娘在雪云山学得多了。
贵夫人，您要的养颜露到了，放这儿吧。夫人用了这养颜露啊，定能肤润如雪，艳压群芳。青丝几多随水逝，迷雾一缕寄相思。从此后见无如人，似春烟身旁浮世。海畔居，坐看云起，微观正清莲。一切已准备妥当。蓉儿，休息一下吧。早听闻，唐将军虽为一代枭雄，但于戏曲、音律、文人雅玩无一不通，是真正的大雅士。原以为有夸大之嫌，可刚听你一曲唱罢，真是余音绕梁3日，想必家学渊博，骨子里的东西啊。来人，在。皇上。赏。是。赏些什么好呢？爱妃，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能在王上跟前献丑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，哪还敢要求什么赏赐？若真能要求一样，臣妾只愿承欢御前，侍奉王上。爱妃，快请起。皇上，眼下虽然已经封了4位夫人，但王后未选，婚典大礼未成。今日又是妃子进宫的第1日，若是留宿贵夫人，传出去恐怕……就你话多。奴才多嘴。给王上准备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赶紧伺候王上更衣。是。去吧。这里烟雾缭绕的，我又看不清楚。我要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，明日朝堂上，那些老家伙又要念念叨叨了。这……王上，到底是刚登基，身不由己。要不，你今天先回宫歇着，等本王挑个日子，再按照宫里流程召你入宫。皇上，臣妾
臣妾不想走。那便随爱妃的意。随我来。沐浴更衣，你来。